是小卷兒，今天來現場看看東风风神的全新纯電 SUV 風神 L8Y。那這台車呢，它整個目標也是比较明確的，就是進入10萬級的純電 SUV 市場，面對的也是競爭非常激烈的這個家庭用車需求。所以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台車在空間、配置、舒適化、智能化方面都有哪些特點。那先來說外觀整體設計呢是比較簡潔的，在前臉上面 L8Y 跟它家兄弟 L8加 L9，其實在設計上會有一些區別的地方。那共通的地方呢是貫穿的燈帶，還有點亮的 logo 燈。就我覺得現在的新能源市場裡面，繁複的設計其實並不是特別討巧，反而說簡潔的設計可能會更加耐看一點。那整體設計而言呢 ，L8Y 其實也是主打一個年輕化的，因為它的定位會更加偏年輕群体，它的 Y 也就是代表年輕的意思。那再來說車身尺寸方面长寬高分別為4688、1900、1617，軸距達到了2775。那在它對應的這個尺寸的 SUV 市場中，我覺得它的整個數值也是屬於一個比較主流的水平。那帶來的變化，一會兒我們在車內空間方面可以一起看一看。來到車內呢，先说我的第一個感受就是它這個紫色內飾還挺好看的，而且跟它外觀的這個琉璃紫也非常的搭，我覺得這也是女生用戶可以考慮的一個內外觀的一個配色。再有就是說它整個設計風格上面，其實你可以看到儀表中控那它的布局也是現在在新能源車型中比較常見的一個組合方式。中控屏呢是一個15.6英寸的，它整個黑邊還是比較窄的。芯片內置的是高通的8155芯片，也是一套比較常規的組合拳了。整個 UI 設計畫面的這個流暢度表現還不錯。值得表揚的是它的語音交互能力剛才我測試了一下，它的語音交互識別的還是比較快且比較豐富的。那同時呢，它也是融入了豆包和 DeepSeek 大模型，那現在也可以支持你向它进行一些提問了，而且它的声音也会從主駕的這個头枕音響出來就不會影響到後排的其他乘客。你好，風神，我在。把空調調到22度，座椅通風，打開2檔，導航到最近的充電站，給我播放一首民謠。收到。已把空調溫度調到22度，這就為您播放理想3巡，找到對的結果，要選擇第幾個呢？座椅通風也是2檔，然後導航，它也給我搜索了，音樂現在在頭枕也在播了，它所有的指令都是同步執行的。那再有呢，像它的 NFC 的鑰匙包括 AR HUD 的這些功能配置也都給你配置的比較全，以及它這個 AR HUD 顯示畫面很大，信息非常豐富，導航什麼的也不用低頭了。那我覺得這些都是比較便利的功能點。再來呢，我們說一些舒適和空間上，我覺得也是家庭用戶比較在意的方面它的座椅也可以說給到的舒適配置還是非常多的，因為前排它是有通風、加熱、按摩多檔可調，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呢？副駕是跟主駕擁有同等待遇的，当然可能是在我們这个頂配版本上但是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家庭用戶嘛，副駕這個地位是顯而易見的。那除此之外，它整個座椅的這個舒適性上，我覺得它不管是整個填充物還是它的支撐，其實都是偏柔軟的座椅非常的寬大厚實。那還有就是儲物空間在門板、在中台下方以及像中央扶手裡面給到儲物空間比較大的，零碎物品的收納應該是比較有效的。然後還有一個小細節，在它的主駕和副駕兩側都給了一個螺紋的接口，你像外接手機支架或者拍攝設備什麼的也都非常方便。所以這些你可能單看不是說哪一個配置是決定你買這台車的關鍵配置，但是它組合起來，你覺得日常生活中比較好用、比較實用，對於家庭用戶來說就是一套很有效的組合拳，同意嗎？那再來看到它的2排空間，那這台車它的軸距我們也說的是2775毫米，屬於一個緊湊型 SUV 的一個級別。那空間表現我覺得還是不出意外整個腿部空間頭部空間都比較充裕。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它的整個座椅的填充物跟前排的感受其實是比較相像的，就是它都偏柔軟舒適的類型，腿部坐墊
的長度也是比較充足的，但可能稍稍有一点我觉得可惜的是，它整个后排的这个靠背的角度可能对我来说稍微的有一点点直了，如果可以再倾斜一点的话，它可能整个的位置会更加的舒適，长途乘坐也会更加的友好啊。还有就是后排的一些配置上，其實也相對來說會比較簡約一些，可能沒有太多的這個座椅功能了，以及說它後排可能也就只有一個空調出風口的這個調節，以及一個 Type-C 的一個充電接口，就沒有其他的一些豐富配置了。但是你會知道說，整體這台車的重點就是說我後排空間主打一個實用，就是該有的什麼乘坐體感啊，空間給到你了，這些我覺得對於家庭用戶日常需求來說也會更重要一點。後備箱呢也是如此啊，電動尾門給到了，那整個後備箱空間也是非常的規整，下沉的空間一點點，再往下看，隔板底下還有比較大的儲物空間。我們再來說一下電池和續航。L8Y 標配呢是62度的電池帶來的 CLTC 續航是535公里。那這個續航表現，我想在城市通勤來說，它還是能夠比較好滿足一個日常需求的。那除此之外呢，它的熱泵空調可能對於像華北地區的朋友會冬天更加友好一點，以及它還有3.3千瓦的一個外放電功能，所以喜歡露營的朋友可能開它出去玩也會比較便利。在安全輔助配置上面，它其實也是標配 L2級的輔助駕駛功能的，像 AEB 啊、ACC 這些主流的配置，它都有標配。那同時，它還有540度的一個全景影像的功能，在一些狹窄路段，會車或者說停車的時候，我想會起到一些便利性的配置幫助。那最後就是整體總結一下，其實我覺得 L8Y 它是一個目標非常明確的車型，就奔着家用市場、奔着年輕用戶而來。那今天我介紹的也都是圍繞像空間啊、舒適化、智能化、續航等等這些比較實用、家庭用戶比較關注的點而來的。那它作為一台純電的 SUV 車型，動力形式上相對來說會比較單一，但是它有不同的版本配置。那我猜測是有3到4個配置版本，但是大家可以大膽的猜測一下，就是它的頂配版本，也就是今天我們體驗到的所有的配置的功能，大概都是在10萬能夠收住的。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它進軍10萬純電 SUV 市場的一個比較大的優勢。那當然，後續的表現也可以期待一下它的動態試駕，還有它正式上市的價格。OK， 那這就是以上帶來的東風風神 L8Y 的一個靜態體驗。我是小卷，我們下期再見，拜拜。